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每一战事我们会来关心到是伊朗真的比川普更疯了哦。最新消息是伊朗呢，他说加州要把它变成伊朗的领土，并且呢战火它会打进到欧洲地区，中东的基地现在是不是守不住了呢？所以美国方面现在最新说要打经济牌，这个计划叫做 D-Day， 等一下来看细节。那另外呢，由于现在这一场中东战事已经造成了美国的内部油价高涨，特别今天也会关心到油价的部分，是柴油价格涨到了一个新高，反噬农民哦，现在很多的农民破产，甚至是物流业也都喊痛。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深度剖析，先欢迎在场来宾，首先欢迎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并且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来回复观众朋友们的留言。那今天呢，一样提醒大家，我们在环球大战线会员频道赶快按下加入键，成为我们的战友。美伊战事的部分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川普不是说了吗？现在荷姆兹啊，他把它视为是自己的最新领土，并且他在昨天也释出了一个最新地图，写说这里就是美国的领土。结果没有想到，伊朗立刻反击，这一回呢，伊朗也画一个地图，他说加州也是我们伊朗的领土了。他说呢，原因是因为全美很多的伊朗裔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在加州。另外呢，他也特别强调洛杉矶这边波斯裔的社群特别的庞大，所以呢，接下来他也说了，我们也有一个新的领土，就是在美国这里。除了口头上的喊话，在军事上面也有一个最新的动作持续的升温。伊朗开始警告美国了，他说我接下来的攻击范围不会只限在波湾地区，会延烧到欧洲地区了。他也点明了具体哪一个国家他可能会来做进攻范围，就是美军在欧洲的设施，特别点名到的是2个国家。在欧洲的部分，第一个国家就是保加利亚了。其实保加利亚为什么被伊朗点名呢？因为在今年的7月份，他曾经批准让美军的加油机使用当地的空军基地，这是一个国家。第二个被伊朗点名的国家就是塞浦路斯了。3月份的时候，这个英国的这个军队的基地遭到伊朗的无人机曾经在这边被攻击过。第3个伊朗说要攻击的目标就是荷姆兹海峡，在这个海峡底下的这些通讯电缆都会是他们要攻击的目标。但是呢，伊朗的内部人士也放话说，如果美国真的敢派地面部队的话，他们才会开始做这样的攻击，也就是不设限的把战场往欧洲去做延伸。现在大家也在看啊，对，你喊话喊得很大声，但是你真的有办法打得到欧洲地区吗？答案现在看起来是可以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今年其实3、4月份，当时的美伊战争其实刚爆发没有多久，伊朗曾经打一个地方，也就是美军很重要的一个在印度洋上面的一个岛，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补给防线。这个地方叫做迪耶戈加西亚岛，是美英的联合基地哦。伊朗当时射出了这个飞弹，打到了2000公里之外。虽然没有被打中，但是大家也看到说，确实它的飞弹是有能力打超过2000公里的。所以现在华尔街邮报也特别披露了美方现在的焦虑哦。五角大厦现在正在考虑的事情是重新评估美军在中东的部署，甚至还有说要完全撤出波湾等等这样的一个计划。因为呢，他也特别提到了，在这边当地的大型基地反复遭到伊朗攻击，而且美军的拦截弹药，我们之前讲了非常多，也已经告急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赖老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2个国家，包括了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为什么特别被伊朗给点名呢？还有就是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海底电缆，是伊朗它的战略是什么？要把这个战线拉出中东，甚至延伸到欧洲的国家去吗？那这是要对川普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警告呢？赖老师怎么看？如果要比疯的话，那个伊朗现在要跟川普说，我们来看谁更疯啊？以疯的程度来讲，川普比不上伊朗，因为伊朗有条件、有筹码，比这个川普还要更疯狂啊！所以大家都在比疯狂，那当然对这个战火就会从中东地区蔓延开来，蔓延到地中海的沿岸的一个地方啊，这个茲事体大，那这个就是看谁更疯狂。我目前的估计来看的话，
川普没有办法像伊朗这么疯狂，啊，因为目前川普已经打到没节制了，啊，但是川普的底线也泄露出来，例如说他的防导能力不够，他的这个减少自己杀伤力的精准的制导的远程的导弹 ATACMS 等这些都不够的情形下，对于川普来说，他开始要面临的是他的中期选举要怎么选，伊朗的战事要怎么收拾。他坦白说，川普束手无策，他可用的方法不多了。对于伊朗来讲，他当然是先发制人，他就告诉你说，你如果敢再对我用军事的攻击，因为目前双方都说停火的期限已经到了，但是没有人开火，你没发觉很有趣吗？就是美国也没先开火，伊朗也没先开火，然后阿联酋的这个外海有2枚莫名其妙的导弹打过去。但是伊朗说那不是我打的啊，我认为不是伊朗打的，啊，我觉得是以色列的特工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那就是要挑起阿联酋跟伊朗之间的矛盾。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伊朗有条件比这个川普还要疯。第一个就吃定了你，美国也好，欧洲的国家也好，你不敢对伊朗发动地面攻击。那这个地面攻击对于美国来说，它的风险会升得很高。因为他的军人的死亡率的增加的速度会很快。第二个呢，伊朗已经先做预备措施了，也就是说，杀掉或是抓掉一个美国军人入侵的啊，那就是3万美元。以现在伊朗的通货膨胀来讲，他支付了你是3万美元的话，那你一夜之间就暴富了，就成为小富翁了。女生的话就6万美元，对，那不得了啊，那等于是男女的拼了命要去杀掉那个美国人，那美国人会被吓破胆了。其实美国人现在还没打，已经被吓破胆了。那请问一下，美国怎么敢对你用地面部队的作战？这第一个。第二个，连飞行员要进入伊朗的领空，他都会有压力啊。不管是直升机的飞行员，或是战机的飞行员，因为他如果被击落跳伞，那他的活命不多啊，那这个会吓破胆了。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为止，伊朗这样的一个宣布以后，美国到现在不敢开第一枪。可是我们的问题是，那为什么伊朗也不开第一枪？那就是彼此之间想谈嘛。所以这2个国家都想谈。那问题是该怎么谈法？所以都在比疯啊。那疯就是比嘴巴谁最疯。那伊朗的态度就是说，我的嘴巴比你更疯啊！你要怎么对我？我海底电缆跟你切，这一切坦白说还是真的会有危险。因为中东地区的金融，我们也知道它都影响到全球的金融了，也影响到欧洲啊，这个不得了，也影响到美国，那这个才是重磅消息啊。他就说我把你电缆一切了以后呢，你怎么办？你中东海湾国家，所以我觉得阿联酋也是在虚张声势，在没多久彼此之间就开始瞧了，瞧完了以后就说不再封锁了。好，川普现在的态度就是利用这个阿联酋说我要对你实施金融经济封锁的时候，然后突然间这样宣布，那伊朗的态度就是说，那我会比你们都更疯狂啊！如果你们真的对我的经济或是对我的我的国家构成威胁的话，那我不只是军事手段了。那您刚刚讲的，对欧洲的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有给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我合理正当性，因为你们帮忙美国来打我，而且使用这个军事基地，我就有资格有条件来去打你们。那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他打得到打不到？打得到嘛？那打得到的话，那就是变成是这些国家会被卷入这个战争。可是这些国家卷入战争就会启动2个基本的机制。第一个就是如果这2个国家被打，那北约要不要启动？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就是欧盟的国家如果被打，欧盟的机制要不要启动？可是问题是现在北约跟欧盟都不愿意淌这个浑水，那这些国家还要不要再继续让美国使用它的军事基地？所以这些国家的压力就在了。所以我觉得伊朗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是给相关的国家施加更多的压力，也给海湾的国家提出警告，也给美国跟全世界提出一种疯狂的警告，也就是说，我把整个金融电缆切掉，那这个时候影响的就是全世界的问题了。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伊战火现在已经从中东地区到波湾地区，甚至可能延烧到欧洲地区，甚至是全球的海底电缆哦。那刚刚也特别就军事上，我们请厉将军来帮我们做解读，因为他特别选了这2个国家，包括了保加利亚跟塞浦路斯，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它真的能够威胁这到南欧甚至是东南欧吗？厉将军怎么看？这场美伊战争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是一场复合型的战争哈。怎么讲是复合型的战争？除了军事上的拼斗之外，另外还有经济上面的问题，还有外交上面的问题，地缘战略上面的问题，当然还有舆论跟心理作战啊。那在舆论跟心理作战，我个人认为说是在这方面，确实是伊朗这个胜于美国很多的这种好几步了哈。我们看到他不管在宣传他的海报、他的制作方面哈，都能够唤起全世界各个媒体的注意。那我认为这次伊朗放这种话，要攻击这个欧洲这2个国家，极可能是恫吓的话，也就是心理作战舆论作战。但是这种话放出来有没有效果？当然有效果，不然的话如果没有效果，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讨论？没错，第一个它有效果，就是我打得到，但是我打不打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我光放这种话，你知道。对于这2个国家，他们自己就会有所担心了。他会不会就是说开始就是不让美军这个基地或者是美国的飞机从他领土上空经过他可能对美国就有所限制。那第3个，我认为美军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必须要加强欧洲这些国家他有军事基地的这种防空的这种防御的部署也就是说。他的爱国者3或者是萨德系统是不是要部署到这边去？那我们看出来，他在中东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他的爱国者3或者是萨德已经很明显的这种弹药已经不足了然后甚至于在这个美伊战争期间，他如果说是认为伊朗这个导弹不是攻击他重要的场所，没有对他基地这不会打到他基地来讲的话，他根本就不拦截就放过去，很明显就是他弹药不足。在你弹药不足之下，那如果说现在要增加这边，那你美国要不要派军队或者是派防空导弹在那边？如果说要派军队，是不是造成你自己国内更加这个在波斯湾地区这个你美军的基地更加的空虚所以我觉得这场仗打到现在很明显看出来，美军在这方面这个很明显的力有未逮了这个毕竟来讲的话，伊朗占有主场的优势，在这个地方它占有主场优势，当然不要忽略了伊朗他当初有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我打这场仗，我一定有一个战略目标。原来我们以为说是他提的这个战略目标是遥不可及的，不太可能达到，只是放空话。但是我们认为他顶多就是能够击败美国确保他的这种主权，确保他的领土的完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甚至于了不起，现在前一阵子就是他要控制荷姆斯海峡，但是他现在多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将美军赶出波斯湾，对，看起来极可能会实现。因为如果说美军现在已经开始在重新评估要在中东的部署的话，是美军自己评估，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他的军力没办法保护自己基地的安全，他必须要有所调整，甚至于必须有一些部队必须要撤出基地，这是极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好，所以在军事上，我们看到这场美伊战事看起来美军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招数，有点没辙所以甚至有可能要撤出波湾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可能都已经在这个规划当中。那另外一方面，所以现在美军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只好使用的是终极手段，就是它的经济制裁战了。但是真的能够制伊朗吗？这是有另外一个问题，等一下请教杨老师。因为川普19日这一天，他最新宣布说，发动史上最强的经济攻势，并且把它取名叫做 Economic D-Day。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日。好，简单来说，他这一次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不允许任何国家、金融机构、企业替伊朗提供任何在经济上面的援助，否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也要来看说，伊朗真的会害怕吗？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已经被美国制裁了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哦，早就建立起它不管是在美金的一个制度的换汇上，或者影子船队等等的这种灰色地带，它还是可以维持它基本的经济上面的运作。反倒是美国现在压力很大哦，因为这场美伊战事，我们知道不管是油价或者是柴油的价格都在不断的暴增。先前我们谈的是有关于原油价格，我们现在也来看到
柴油价格的部分，因为柴油呢涉及到是美国当地的，不管是卡车、农业、建筑、工业、发电，会影响到美国企业跟家庭成本的。现在最新来看到，因为受到2场在中东跟俄乌战事的影响呢，柴油价格已经冲到每加仑5.47美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从2022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了。柴油跟原油的链解价的部分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同样是创下了最新纪录。到底谁会先撑不住美伊之间？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我现在觉得美国在伊朗在内部的政治经济的情势各方面真的有一点进入到帝国末日症候群的现象。伊朗他不应该去打的，他如果不打的话，你看他在整个中东地区维持的还是老大，甚至可以让以色列在加沙去进行7万多人的屠杀行为。那中东地区全世界也都无可奈何。但是他一旦打了伊朗，就戳破了几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布局，也就是你看在安全层面、在能源层面、在以色列支持以色列为所欲为的层面，其实完全被戳破，使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的基地现在难以为继，然后呢，使得地缘政治跟能源的议题，美国已经不太能够掌控，而且倒过来去伤害、去追讨美国的经济跟通膨。现在它进入到第2阶段的消耗战，那这个消耗战就比谁强了？我觉得有3个关键词啊。第一个，主动。消耗战，因为伊朗也认为他在消耗美国，那美国也认为他在消耗伊朗，但是谁比较有主动的能力？美国只不过是在围，那伊朗有破的能力，有破的能力表示说，伊朗虽然受到美国的压力之下，面临到阿联酋、杜拜的这些问题，使得他的资金啊，或者是对外的这些连结断掉，但是伊朗的经济过去10年来主要是地下经济在维持啊，而地下经济跟各国之间的连结事实上是很密切的。你看它的这个油都是靠引子船队，然后呢，它的能源、它的油，以及它现在还加上有矿产跟稀土，对，使得它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它有主动的优势。你美国怎么去围堵各国？各国为了这个能源，为了矿产，当然一定某种程度愿意跟伊朗连接。所以美国的围堵，我觉得效果有限，而且时间不够长，因为伊朗掌握了主动性。这个主动性来自于地缘，这个主动性来自于它的资源，这个主动性也来自于它现在所一直对外宣称的，它可以主动去攻击。也就是比如说甚至攻击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甚至攻击这些海湾的国家，那当然攻击美国的基地。那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撑。那谁能够撑得比较久？这个其实跟我们下面那一题谈到美国的经济才是真正的关键。伊朗它的这个韧性，我们看到这一次在战争当中展现出来。那当然它的地下经济在接下来只要没有战争，我想不断的就会有一些持续的这个资金或者是资源进来。因此呢，我个人觉得伊朗会撑的比较就是能够在时间上撑的比较久。当然这个撑是很辛苦的压力很大的。但是美国这边能够撑下去吗？你过惯了好日子的美国人，能不能够撑得下去？现在美石油已经来到5.76美元1加仑，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卡车司机他们可能真的撑不下去。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川普突然间说北韩拥有57枚的核武呢？这件事情震撼的曝光了。大家也在解读说，是不是川普这时候急爆金正恩，因为他急需要一场他可以表示胜利的战争，不管是在俄乌或者中东上面，他都挫败嘛，所以他今天要选择做这样的动作吗？那同时间呢，他也要求南韩要对他表忠，但是没有达成之后，针对于美韩军演的这个成本跟这个规模，他直接减半。川普现在是弃韩换朝吗？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解析。好，先来看到川普本来希望能够抢一场很重要的外交大秀，也就是在其中选举之前，希望能够有一场胜利的战争。那希望有一个胜利的战争，然后表示他真的很厉害哦。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舞台是不是被金正恩给当场拆台了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川普最新计划，他说呢，今年呢我会跟金正恩见面，表示呢收到了平壤的回复了，最快确定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会议上，我就可以跟金正恩会面了，再一次的举行川金会。好，这是他最新的发言，没有想到立刻遭到北韩的打脸。金宇镇立刻说，我根本针对这一次的安排会面毫不知情啊，也没有收到任何川普发送的任何讯息，现在变成一个罗生门哦，双方各说各话。但是最惊人的事情并不是说到底会不会有这一场川金会，而是川普突然间发言极度的敏感，他直接直指了，他说北韩拥有57枚的核武。要知道这件事情会特别备受关注，是因为在过去美国从来或者是北韩从来都没有公开过北韩到底有多少颗核弹头，没有这个精确的数字，所以当时民军也只能做估算啊，说大概落在50到59枚左右。但是川普这时候突然间说57枚，他是真的掌握了情报吗？还是他有什么样的意思，希望在谈判桌上面能为他建立筹码，所以特别说出了这个数字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特别做解析哦。那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要注意到的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的川金会，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一场会哦。川普曾经要求北韩，你必须要完全的发展无核化，但是我们来看看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已经距离当时的时间过了8年，北韩不但继续的发展核武，还发展洲际弹道飞弹、战术核武及固体燃料飞弹，并且深化跟俄罗斯之间更深层的一个军事合作。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为什么？首先，他突然间要公开他拥有这个北韩的57枚核武这个数字，再加上如果北韩真的拥有这么多核武，而且还有洲际飞弹、战术核武，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代表北韩到底现在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那为什么有一件事情也很吊诡，说他可以接受北韩拥核，但是对伊朗拥核却如此的强硬，是完全不允许的。厉将军怎么解读？川普真的是80岁的男人，只剩下一张嘴他那张嘴除了说是那张嘴除了在军事上面可以打嘴炮攻击别人之外，在外交上面也发挥凌厉的攻势。可是所有人都不会相信他所讲的话，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信用了嘛。大家习惯讲川普叫 Taco， 你看他当初放话要用地狱般的攻击对伊朗发动攻击你打攻击一艘油轮，我就炸你一座电厂。那现在也做了没有？是完全都没有做。可见了他那张嘴只是光嘴巴讲而已。那现在又来了，他说要跟这个金正恩见面，但是现在人家金宇镇出来放话，虽然说没有完全否认，可是却也没有承认，那是狠狠打脸你川普的这个一个巴掌第二个，这件事情我们从金正恩的角度来看，其实我现在对金正恩佩服得不得了。为什么呢？你看我问你，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领袖可以同时对全球的3大强权国家美国、中国、俄罗斯3个国家的领袖都要看他脸色？你说金正恩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外交、地缘战略上面玩得非常的溜？你看我举例来讲，譬如说去年93中国大陆办阅兵的时候，他就站在习近平旁边然后他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包括普京都必须要看他脸色。他现在甚至于可以派兵派兵去帮俄罗斯打库斯克尔战争帮俄罗斯夺回领土。最近还听说派了这个女性的劳动人员
去参加俄罗斯帮忙他们做劳动。那现在连美国川普都要看他脸色，都要求着要跟他见面。你说金正恩是不是这个在外交上面确实很溜？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是如此哈。可是我觉得川普今天会讲出这种话，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糟糕。怎么讲？你是不是在变相的鼓励伊朗要拥有核武啊？如果说金正恩对不对，北韩拥有核武，当初你一直要制裁北韩拥核，你要用各种制裁的手段来逼他限制他核武的发展。他现在真的发展出来了，就你自己亲口承认他有57枚的核弹，你不但承认他有57枚，你还表示对他示好，然后反而如果说伊朗看到以后，是不是发现说，如果我有核弹的话，美国是不是以后就不敢对我攻击，甚至于鼓励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是不是也朝永核来发展？这第二个。那川普这一次来讲，对金正恩讨好到什么程度？我觉得真的是有失一个大国的尊严哈。除了是在这个外交上面来讲的话，他要主动说要跟金正恩见面，但是金与正这个冷回他，就是说我还不晓得这件事情，冷回之外，这是在外交上面，我觉得就打川普一个巴掌。那军事上面更是如此，军事上面是川普自己打自己巴掌，外交上面是被金与正打，军事上面是自己打自己巴掌。你这个时候正在跟韩国联合实施一个演习，叫以资自由护盾的一个军演。然后这次的军演预定连续10天，从17号到27号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演习想定是说北韩那边虽然发起攻击，那你要采取守势作战。然后第二阶段你要发动攻势把这个失去的领土打回来。第二阶段是攻势作战，也是演习5天。结果川普在演习的前一刻自己喊卡，那是不是在军事上面你自己也打自己耳光？这个外交上面被金与正打耳光，军事上也被自己打耳光，所以看得出来金正恩在这个东北亚其实是扮演而后来讲一定是扮演更重要的一个地缘战略的角色。好，所以北韩现在不管是在军事上面政治声量上面，都在东北亚这边具有一定的角色。那反之，我们来看为什么川普这次急着一定要跟金正恩来举行这一场所谓的川金会呢？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就一个字，烟雾弹。这3个字。然后呢，一个概念呢，它这个烟雾弹，可是呢，它又里面呈现的是一个战略的这个失误。那金正恩跟金与正就很简单，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一个小丑就够了，你自己去当吧，我们不会配合的。怎么说呢？这是个烟雾弹嘛，因为在伊朗整个情势，他都要把战争部长赫德塞斯给开除掉了，一定要找另外一个议题来去遮掩他自己在伊朗决策上的种种的失当，很严重，而且已经就是开启了潘朵拉的盒子，让美国的军事跟财政，还有外交威望上，其实真的是破解，呈现到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帝国的这种症候群。那你当然分散伊朗的这个美国困境有没有用呢？那如果照他的剧本下去的话，说不定有用。可是呢，他这个剧本呈现的是一个战略的失误。刚才丽将军讲的很正确了，你在鼓励伊朗嘛，那鼓励伊朗就是发展核武，我自己很感慨啊。我在过去20年的期间，其实参与到东北亚这个安全对话很多时间，也跟北韩的学者有对话过。在整个就是东协区域论坛里面的东北亚安全问题的这个小组里面，那里面有政府的代表，有就是学者的代表。那因此你会看到那个时候6方会谈，但经历过2006到2017连续6次北韩的核子试爆，最后就不了了之。不了了之的情况之下呢，就开始对北韩进行全面的制裁。那可是呢，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善。那因为你拥有核武之后呢，别的国美国就没有办法对你做任何的，就是说行动啊。这里面也提醒我们大家，你在看到两岸的议题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今天中国是核武大国啊，北韩只有57枚，我们5年前估计大概就是35枚到60枚之间。他现在川普讲了57枚了哈，我想这个一定是他的战争部跟他讲的数字。你现在中国有多少枚？依照美国的观点，中国现在600枚啊，所以美中之间会在任何的地方进行
任何的军事交战行为吗？美国跟北韩都不会这么做了，跟中国会吗？所以当你在承认北韩的核武的时候，你不就等于是在鼓励伊朗？而且事实上，美国在过去小布希的时候做过同样的事，他那个时候跟印度承认印度的核武地位，可是不承认巴基斯坦。可是你现在看巴基斯坦跟美国跟川普的关系多好，同时那日本呢？我们讲的韩国呢，日本更尴尬了，搞了一个靖国神社参拜，惹怒了这个从俄罗斯到韩国到中国，你现在连北韩美国都要去跟他哥俩好，那但是呢，我就最后一句话就是，那北韩都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剧你一个小丑就够了，我绝对不会给你伴随的跟你去演啊，你把我当傻子吗？他们当然知道川普这个他整个的这种烟雾弹的用意以及战略失误的这些问题。好，那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南韩看在眼里哦，说看到说，川普这时候承认北韩的核武哦，非常的难堪，这对于南韩来说。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南韩拒绝参与这个美国来协助打伊朗，所以呢，这一次南韩跟美国之间的这一场军演，刚刚厉将军特别提到，已知自由护盾哦，就这个规模，美军就决定要缩减，从原定的11天变成只剩下5天。那很多的训练也遭到删减等等哦。那川普这时候更是炮轰南韩，他说呢，我们有3.9万的美军整天保护你们，你们却不愿意帮助美国，还要求说首尔你赶快提高你的驻军费用，落实3500亿美元对美的投资承诺。好，我们现在也一边看到说北韩的部分现在发展核武，南韩这个时候觉得美国不可靠，是否要来加速发展所谓的战时作战指挥权，强化自主防卫，并且说，是不是在中美之间，他这个时候要稍微来调控一下，跟中国大陆建立更好的关系，甚至是疏远美国等等，会不会开始有一些改变调整？赖老师怎么看？首先，韩国他必须不能一张嘴，他必须要实际行动做到。如果他只是一张嘴做宣示、做态度、做表态，但是他的实际行动跟他所讲的不是同一个方向的话，那基本上来讲效果不大啊。我们看一下王毅这次到韩国去，其实他有跟韩国谈到，就是你韩国你要跟美国人说没有必要以朝鲜为敌，这个很有趣哦。也就是说，由韩国主动的来去告诉美国人说不要敌视这个朝鲜，那这样的话他才有可能改善韩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跟美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可是问题就在于你韩国做得到吗？韩国如果说我想改善跟朝鲜的关系，但是我现在不会去要求美国人说不要敌视朝鲜，这不是很奇怪吗？这矛盾了嘛？你都认为朝鲜不是你的威胁，你想改善他的关系，你难道不应该劝美国人不要敌视朝鲜的关系然后把朝鲜变成你的朋友？为什么？因为川普讲说金正恩是他的好朋友是鬼话，是假话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信嘛。你看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跟金正恩见了几次面，3次面。18年在新加坡，19年在河内，然后接着6月份到板门店见了3次面呢。结果美国有解除对于朝鲜的经济制裁吗？没有，什么都没做。也就是面见了，不要发展核武哈。然后朝鲜说，然后呢？那你制裁解除没有解除。中国跟韩国人说，你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就到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要解除部分的朝鲜的经济制裁，我们可以帮助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谈核武的问题。然后韩国人做了吗？没有做。所以你今天李在明说你要改善跟朝鲜的关系，你就到联合国要求解除对于朝鲜的经济制裁嘛。你韩国没做，你说你怎么改善跟朝鲜关系？朝鲜一看你又是说一套做一套嘛。你美国川普你也是说一套做一套，你们都是就嘴巴讲，但是你根本没有改善跟我的关系。所以中国大陆在那边穿梭帮他们忙，基本上来说，大家对于韩国不信任，对于美国其实也不信任，因为他们没有在具体的动作上做出一些像样的东西。另外一个部分，川普说你韩国人都没帮我你没有帮我去打伊朗。韩国人说这个仗我怎么能打？因为这是侵略性的行为，违反联合国的规定违反国际法，我不能打。第二个，坦白说，
美国在韩国的军队谁养？韩国人养韩国人是老板但是问题就在于我养你美国人的军队，结果我的军队还要听你美国人的，你不觉得这人类间最荒唐的事都在上演吗？荒谬剧不断的在上演，就是现在的韩国跟日本，也就是养的美国人的军队，然后军队还听美国人指挥，然后美国人说我要把你韩国的军队用来插进中国心脏的这个匕首，那各位想想，美国跟中国会好吗？美国人要用韩国人的军队插中国人的匕首，意思也就是要中韩之间打仗嘛，这个看不出来吗？所以中韩之间、中美之间、韩朝、韩中之间、韩美之间，不是呈现出你韩国人跟日本人就是等于是美国人的奴才，不是吗？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恐怕再过几天而已，美国的债务国债的部分就会破正式的大关，40兆美元大关。现在看起来债务是压不住了，而且这个殖利率尤其是长天期的更是创下了新高。贝森特可急了，这时候急着要砸钱来救美债，真的有效吗？等一下我们会深度的解读。川普这个时候却是反向的继续的减税撒钱呐。今天我们会来就这个美国的经济来做一个深度的解读。好，先来看到贝森特最近真的很忙，突然间要突袭美债的空头，大家还记得吗？最近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美国财政部当时不是为了要救一直贬值的日元吗？所以他就买进了日元，阻止日元继续的贬下去。转身之后，他也要不只是救日元而已，也要救美债自己的部位啊，所以他就对这个空头来开火。彭博是这样评论的，他说贝森特可以说是数十年来最积极干预市场的美国财长。好，这一次到底贝森特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他说了，9月9号开始呢，接下来尤其是针对这些长天期的公债，就是10到20年的跟20到30年的这2种公债呢，他说会来把这个回购规模增加，从原本的回购规模20亿美元直接提高1倍到40亿美元哦。那这个话一说完之后，市场是不是就立刻反应了呢？因为短期之内，我们看到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确实是立刻的出现了变化，本来是5.337%嘛，是19年的新高，现在一口气突然间回落到了5.18%，看起来是有效的这个喊话。那美债之所以这个贝森特之所以今天呢要赶快去救这个殖利率的部分，就是因为美债现在已经创下了新高，来到了快要40兆。大家也知道说，殖利率越高，政府的成本就会加重，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不管是房贷啊、是企业融资等等，都会有很深的影响。那其实呢，贝森特到底能不能救美债，这个是一件事情，因为呢，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9月份就是美国可能会发生的另外一场大事，也就是硬仗要打了。就是美国通常会在劳动节后呢密集的发债，那现在看起来呢，最有可能发债的就是这些云端业者了。陆续他们可能会进行各种的融资跟发债等等哦。那现在也预估了说，9月份企业发债的规模恐怕上看2000亿美元，又会投入到市场里面，较去年同期甚至暴增38%。瑞银这边做了估计，2026今年将是全球今年将是这个发行在美国的部分这个有关于发债的部分会来到了一个历史新高，达到2.1兆美元。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看到了5.34%，贝森特真的有能力来去救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说了嘛，9月份可能企业又集体的发非常多的债，接下来贝森特又要怎么办呢？老师怎么看？怎么能够救嘛？你贝森特的钱哪里来？还是美国政府的预算嘛，美国政府的钱嘛。我用美国政府的钱去买美国政府的债，那
20亿美元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来呢？为什么殖利率会一直升高？也就是我们讲的美国公债的殖利率，30年期公债殖利率为什么会升高？就是因为对美国政府的债信没有安全感嘛，觉得它的风险越来越高。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本身大家都会认为它濒临于破产，连巴菲特都说可能会破产，不要拥有美元，不要拥有美国的政府的公债。巴菲特这么稳健型的投资人，他都在提醒投资者要小心这2只黑天鹅。好，那大家都害怕的情形下，殖利率当然一直在往上攀升嘛，因为没有人买嘛，没有人买的情形下，你只好一直增加利息，一直增加利息的情形下，那有些人就敢去赌嘛，就想说反正我1年多赚一点，那这个利息5亿多不5点多的利息，然后来赌看看你会不会破产，那就是赌这样的一个情形。好，可是问题是在于说，你今天你的殖利率一直飙高了，你害怕了，你加倍把它回购，你还是用政府的钱去买。可是如果说今天假设中国大陆它继续在抛售美债，我个人认为我如果是大陆，我就继续抛售美债，因为我对你的债务我越来越不信任。当我在抛售的时候，以大陆目前的实力来说，它现在还有6000多亿美债嘛，那它开始陆陆续续在抛，在这个月在200多亿、300多亿，下个月在300多亿、400多亿，然后到明年的时候再丢掉1000多亿，减持到只剩下2-3千亿，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水平。那这个对大陆来讲是有利的，可是你美国政府你能熬得住，你能撑得住吗？我认为很困难。所以我觉得美国目前面临的它的政府的债务危机是越来越大了，它随时破产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的。另外一个部分，我提醒投资者哈，为什么这些云端业者或者 AI 业者一直在发行公债？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发行公债？因为他们的钱是快烧光了，也就是 AI 的钱从哪里赚？AI 一定是订阅付要赚钱嘛？那也就是说，如果它本身烧掉的钱跟收入的钱不平衡了，它一直在借钱，在支撑它，而它的收入越来越不出来的时候，它迟早就会崩溃了，迟早就有问题。因为等到它的银弹烧光了以后，它还是赚不到钱，就是破产嘛。所以我倒觉得 AI 业者的危险是越来越高了。现在黄仁勋为什么要变成一个 AI 的金融业者？黄仁勋现在变成 AI 的金融业，因为黄仁勋也知道啊，如果 AI 开始一家一家倒的时候，他就倒了嘛。他清楚得很啊，他起来的快，也下的也很快啊。所以他现在事实上就变成是一个救世主啊，看我能不能把这个 AI 救住，让他们不要倒。可是问题是，如果骨牌开始出现了，那也就是这个银弹烧光的这些 AI 公司开始一家一家倒的时候，其实就是黄仁勋的危机就来了，而且美国的 AI 的危机，还有投资者的危机，到时候血本无归都拿不回来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眼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债的问题，还有非常高的一个殖利率的问题所以到底要不要升息，接下来也考验着美国政府的态度。那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美债问题之外，美国的这个高通膨，还有现在的这个就业市场正在降温，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到就业市场的部分，美国最新公布的这个7月份非农就业减少了2.3万人，那5、6月的就业数据又下修了10万人左右，劳动参与率现在降到只剩下60%左右，是2021年以来最新的一个低点。物价则是持续的上涨能源价格年增幅15%，汽油上看到了26%左右。联准会到底要不要降息，这一件事情也会特别受关注因为可能会刺激通膨，但是又会推升长债的殖利率。杨老师怎么看？首先，这一题的回答也刚好回应刚才第一题，美国跟伊朗的消耗战谁能撑得比较久？那这一题的关键就是现在美国还能撑多久？美国基本上这是有一个我们国际关系的一个概念叫做帝国过度扩张 （Imperial Overstretch）。那你就说你在伸展身体的时候，你 overstretch 的时候过度扩张，你到后来你的血管末梢就不通了，那你就从血管末梢开始在冻结。那现在不只是血管末梢你看到的伊朗战争当中，这里面呈现的血管末梢，也就是他的驻军、他的军事能力以及他的外交威望。那可是现在已经到核心来了，
到了心脏部位来了，就是美国的整个金融、它的经济跟债务的这个情况。那特别你看，现在10年期的就是美债的殖利率啊，现在已经来到4.75%。10年期非常重要，因为美国的房贷很多都是以看美国10年期的长债的这个殖利率为指标。是，当它如果破5的时候，就非常严重啊，因为所有都会跟着提高了。那所有跟提高的时候，那就不得了。现在已经面临到就是通膨，因为战争的关系造成油价以及通膨的因素。如果10年期的长债的殖利率在提高，它带引了所有的房贷、所有的这个利率都提高的时候，那不得了，很多人根本就付不出来了。那可是现在市场上针对375个就是市场上美国的市场上去做民调，你认为到今年年底10年期美国长债的殖利率会不会破5%？ 2/3人回答会。就集体悲观。是哦，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就解释说，这个为什么财政部要去这个购买美国的中长期的债务，10年、20年到这个30年。可是市场上认为这个根本就适得其反啊，因为你反而造成大家对你的长期美债的这种不具信心。那同时，你降息的可能性现在越来越低了啊，再加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刚才赖老师提到的。AI 企业在发他们的企业债啊，你知道现在发了多少？1.5兆美元呢？1.5兆美元是美国大概除了国家持有之外，在民间所持有的中长期债务的1/4，所以这是呈现什么东西 ？AI 企业跟美国相互在抢钱，希望大家来去买 AI 企业，希望大家买 AI 债企业债。美国呢，希望大家不要抛售这个美国的中长期国债，希望你买更多。那但现在看到中长期国债就不断的出现抛售的情况，美国甚至禁止日本抛售，去帮日本的这个日元贬值去帮一个忙，结果1个礼拜效应，现在又回到超过160了。我最近赶快再汇款。所以呢，你就看到，就是现在不只是 AI， 那你现在如果比较，你如果有一笔钱，你要投在美国的 AI 企业，还是要投在美国的国债？如果你只能2选1的话，那当然是 AI 企业啊，AI 企业还有未来啊，还有未来，因为它 AI 美国的 AI 不只是只有美国，还有中国的 AI， 还有全世界的 AI， 它这个产业其实是有未来，你只不过是现在碰风的太大。可是美国的国债还有未来吗？那我就不知道，这个问号就画很大。但是呢，那个关键词就回答各位：帝国过度扩张，就会产生很多连锁的影响。好，现在是这个国债已经攀高到一个快40兆美元的大关，还有这个长天期的殖利率也不断的攀升，影响的刚刚老师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嘛，小老百姓现在房贷压力越来越大，还有当然了，包括了整个商家、小店家、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增加。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小老百姓过得很苦，但是呢，在川普任内里面的这些内阁官员他们身家越来越富有看到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川普第2任期57名官员身家超过1亿美元，是前3任政府总和的4倍以上。要知道，这23名的内阁成员当中，有8人是亿万富豪等级的俱乐部的人，手中握有非常多的股票、债券、企业的资产等等。最新民调有7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的私人商业利益会影响到他的总统决策，他们都认为是非常正相关的。李将军怎么看？当然有一句话叫做这个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那美国现在正呈现的正是如此。但是对美国一般的中低下的民众来讲的话，这个悲哀不止远远如此，因为这个富豪们正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机器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些富豪他赚钱包括到川普，他是双引擎我们知道什么叫双引擎呢？第一个引擎用钱去赚钱是最快的用钱去赚钱，那你这个钱不管是投入这个所有的股票或者是房地产。像川普来讲，还加比特币当你投入这些，当然你的这种赚钱机会，速度就会更快。但是更可怕的是，另外还有一个加速度的引擎就是这些人掌握了所有的政策，那所以说他们的这种滚雪球般的这
赚钱速度更是可怕哈。那我将美国的这几个这种富豪跟大家讲一下，你就知道差别在什么地方。这个贝森特哈，他的这种净资产有将近5到7亿这么多哈，美金哦。另外来讲，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跟他的教育部长麦克马洪有33亿这么多哈，然后赫格塞斯也将近快要2亿美金的净资产。虽然最多的其实是马斯克了哈，但是他原来是效率部长，也是算是他内阁的成员之一，但是他现在已经退出了。他是世界的首富，更可怕，他是多少钱？8600亿哈。那当然，川普现在也不遑多让哈，世界首富是马斯克，川普现在在他的这种世界富豪排行榜哈，他也是排名进去了，他是好像排640几名吧哈。川普自己本身。那他赚钱赚最，这辈子赚钱赚最多什么时候？去年2025年赚最多。他去年25年哈，我跟各位讲，他现在2025年他总共就赚了22亿美金这么多，光1年他赚22亿，你想想看，是他这个2024年的3倍哈。他现在净资产是60亿，你光去年他就赚了22亿，他凭什么赚那么多钱？当然，第一个是他用钱去赚钱，可是如果说不是你很多的政策。的协助来讲，你有可能赚钱赚得这么快吗？但是你们这些富豪赚这些钱，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老百姓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按照这个今年来讲，美国普通家庭它的通胀合计损失是全美国家庭损失是2190亿，所以老百姓光一个通胀就损失2190亿那么多哈。那损失的钱。如果说是每一个家庭来讲，跟川普他的收入，我损失的钱跟川普比较起来的话，总共高达130多万倍啊，差那么多。对，那你想想看，这个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讲，他怎么能够忍受这种事情？更可怕的是，这些美国他们这些富豪们，他们现在正是在富豪治国，他们制定的很多政策都是对他们自己富豪有利的政策。我想老百姓应该会看得懂这一点。所以他的川普的支持率会持续在下降。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来看到中国大陆南海造岛加飞弹成为它的最新军事堡垒。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这个礁羚羊礁6公里的人工岛，终于是正式的完工了。轰6有可能挂着鹰击12压境在黄岩岛这边，小马可是这个时候却急着突然间看到中国大陆这么多的动作，却喊着要跟大陆一起合作油气哦，到底怎么一回事？中国大陆南海军事包围网正式成型吗？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互动。如果您认为在这边军事包围网已经差不多了，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没有，留言写2，一起来做互动。中国大陆的南海这一次出手，不是说这个军舰在这附近绕一绕，在这个南海的部分，是他们把这一座礁往海空军事堡垒的方向来去做打造了。所以最新来看到这个是透过的卫星影像显示，大陆在西沙群岛的羚羊礁第一阶段的造岛完工，长度现在来看到它的小档案6公里左右，其中有超过3公里的笔直区域呢，现在在看说是不是未来会让作为飞机的跑道。所以呢，现在也开始出现说，是不是因为这边还有一个深水港啊、码头等等，甚至因为它有跑道，未来也可以有直升机坪等等的大型设施都会落在这边呢？尤其它的地理位置又非常的重要，它位在西沙群岛南部的南海的北部这个地方哦。那关键的是，它在西沙群岛的南海北部嘛，距离中国大陆也相对的近，所以也更为方便来做补给。现在在看说，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它的几个特性，包括深水港啊，可能还会有跑道等等，
所以呢，大家就在看说，如果未来把它基地化之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补给地？包括在这边军舰可以进来，并且支援各种的航空兵啊，部署雷达及电子侦察等等。如果它持续扩建的话，未来会成为大陆在南海这边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路透这么说，甚至在台海的冲突的时候，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上面的地位。当然了，中国大陆是说，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工程，他们主要是用来做气象预报啊，或者是科研、民生用途等等，没有军事上面的用途他们并没有提到。但是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这一座岛礁，现在最新已经完工了，接下来会用来作为他们的一个超级军事堡垒吗？作为中国大陆重要的军事堡垒吗？首先我们要看它的位置羚羊礁它在西沙群岛其实西沙群岛大陆已经在这边建立一个岛叫永兴岛，而且当做一个他们主要的一个在南海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那为什么在永兴岛之外，另外还要再加羚羊礁就彼此之间可以互为犄角，相互掩护，相互支援。那它的重要性，这个地缘上面重要性在哪里？它可以扼控整个巴士海峡当然，扼控巴士海峡最好的位置是我们的东沙群岛但是因为东沙群岛已经掌握在我们的台湾手中，所以解放军为了避免跟台湾直接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另外建立他的军事基地。各位可以看一下，如果说美军要进入南海的话，他从关岛要进入南海，要经过巴士海峡如果经过巴士海峡的话，那当然就会在羚羊礁跟永兴岛这2个岛的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所以美军的航空母舰以后来讲，如果说要通过巴士海峡，可能要更加的小心那第二个，我们看它在岛上的建设，它建设一条3公里的跑道。这3公里为什么是刚好要盖3公里？因为轰6战机起飞的跑道就是3公里那解放军在这边部署的，极可能未来来讲的话，它可能是部署轰6街这一型的战略轰炸机。这型轰炸机是专门对海攻击的，它挂的是鹰击12导弹速度可以到3.5马赫，攻击的射程可以到500公里。如果再加上轰6自己本身有3000公里的航程，再加上作战半径3000公里，再加上这个鹰击12这个打击的距离是500公里来讲的话，总共加起来有3500公里，可以覆盖整个南海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我认为在羚羊礁跟永兴岛，当然它是在解放军三亚海军基地的前缘。也就是说，如果说这2个基地等于是说这个三亚海军基地的前卫阵地前沿阵地，那如果说任何人想要夺取或攻击三亚海军基地来讲，它等于是前哨基地的作用，你要先经过我这边才可以攻击到三亚海军基地。而且说，如果说你跟这个三亚海军基地跟永兴岛跟这个羚羊礁3个连接在一起的话，这个刚好形成一个3角配置，互相掩护支援，其实是对这个解放军巩固在南海军事上的威慑力量又更进一步。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它在西沙群岛的新建的一个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它在黄岩岛这边也有秀军事肌肉，那2个加在一起，这样是对于这个菲律宾等等，还有美国传达什么样子的政治的意位呢？我们先来看到是8月初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大陆的南部战区在黄岩岛的周围来进行的这个是联合的海空演训，出动的包括了052D，画面上我们 CG 看还有071型的2栖攻击舰、054A 型的护卫舰，还有轰6等等。当时大家最特别关注的是，至少2架的轰6K 是挂载鹰击12超音速反舰巡弋飞弹，直接前往这个黄岩岛。所以一边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边造岛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还有在黄岩岛这边的军事演习，是要传达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是说，这个远程打击的体系都已经建立好了，是这样吗？赖老师怎么看？当然我们都知道还缺一个角了，就是黄岩岛这个角，因为大三角就是从永兴到这个黄岩岛，还有南部的这个枕壁礁，对，形成一个大三角形，然后在下面有一个小三角形，形成我们叫做互为犄角的2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种攻击跟防守、攻防兼备的这样的一种战略配置黄岩岛目前由于有争议嘛那如果根据南海共同行为宣言
对有争议的岛屿，中国大陆就不填了啊。但是越南还继续在填，所以还是有一些国家违反。但是大陆期待的是把这个南海共同行为准则能够通过。东盟的10个国家中9个国家都支持，现在只剩下菲律宾、小马可仕。本来杜特地也是支持的，那现在小马可仕因为美国的关系，他们就把它搁置。可是如果一直搁置下去的话，对大陆来说，等于是这一次的羚羊岛啊，羚羊礁本来从礁变岛了啊，人工岛，它释放出来的讯息就是，如果这个准则还是要继续找茬，不让它通过的话，你不能排除中国大陆未来会在黄岩岛啊这个开始填岛了。因为黄岩岛它的东部这个部分已经规划为这个国家的这个生态园区。那西部这个部分未来提供给生态园区他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设施场所，那么做一些新建，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那是未来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菲律宾跟美国还要继续闹下去，那不利的那事实上是东盟的其他国家。中国大陆目前来讲，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有很多的政治意味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羚羊岛的填岛造礁填岛速度非常快，今年1、2月才开始进行，现在就已经第一期工程完工了，6个月，6平方公里，6个月南北长6公里然后我们看到笔直的一个跑道，那很明显的就是未来的机场的一种铺设地，这已经建构得很完整了。然后这些码头、卸浮内的码头都已经的形状都已经建构起来了，所以未来的这个船舶长期停泊的基地也已经建立起来，也就是空军基地、海军基地都建立起来。那当然也有民间的科学用的，还有就是雷达、水下声呐。为什么这个岛那么重要？这个岛为什么没有争议呢？因为它是在西沙群岛内，西沙群岛是没有争议的，它主权都归中国大陆，全世界都没有争议，所以它在它自己的岛屿内去新建这些基础建设，没有人可以有意见。那大陆就6个月内就完成了，这个速度非常的快而且我们都知道，它距离中间岛90公里，它距离这个永清岛90公里，那不得了，那也就是完全是在它的这个资源的范围内，所以中间过去美国的潜舰可以从中间突穿的可能性变成0了，因为它可以在那边铺设这个水下的声呐，所以我个人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跟菲律宾他们闹了半天以后，结果闹出一个岛出来，这谢谢美国跟菲律宾。好，那我们现在也看到这边一边是中国大陆它的在南海的方面这边持续的推进，但是呢，这一次比较奇特的事情是菲律宾的部分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对声音，反而是呢，菲律宾最近是不是反而是持续的跟中国大陆示好呢？因为呢，小马可仕日前表示呢，非中2国应该要进行南海的油气共同开发，而且他说双方在经济上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这个是菲律宾的部分。其实现在不只是菲律宾而已，许多原本是美国蛮要好的国家，现在态度上都开始转向了，包含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南韩。南韩在这个川普说要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之后呢，李在明就说他要迅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强化南韩自己的自主防卫。再来印尼的部分了，印尼最近跟中国大陆在台湾东部的海域这边进行联合军演，大马最近安华首次公开重申了一中的原则。到底为什么这些国家突然间态度上面是突然间转向了吗？老师怎么看？有人说他们是战略自主，其实小国在2大之间战略自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可以某种程度的做到去风险化。那以前去风险化是美国在说对于中国大陆的商品禁止进口，因为要去风险化。但是现在对各国的战略而言呢，反而是跟美国的连结，跟美国在中国之间的对抗当中避免夹在其中，或者是成为美国的一个环节，去风险化。我觉得很清楚，你看到的是这种去风险化，它其实你看到在韩国表现出不希望成为第一岛链的参与的这个